大家好，今天呢，我来到了洛杉矶市中心的百老汇大街。位于洛杉矶市中心的百老汇大街曾经是当地最繁华的精华区，很多没有来过洛杉矶的人估计也都听说过百老汇大街。洛杉矶市中心的百老汇大街呢，曾经也是歌舞音乐剧院荟萃所在，但是呢，现在因为经济的大萧条的冲击而失去了往日的光彩，而且呢，它也显得比较的陈旧了。走在这条大街上，历史感特别的浓郁，所有的这些高楼、这些建筑都已经很陈旧了。这个区域呢，应该可以说是给老一代的洛杉矶市民带来很多的回忆。毕竟这里曾经辉煌灿烂过，也热闹非凡过。而且咱们从它的建筑能看出来，这一砖一瓦都是建筑艺术的代表作。据说呢，是因为2次大战前的经济大萧条的冲击，洛杉矶百老汇大街昔日风光也就跟着褪色了。这里呢，过去曾经是高档奢侈品消费的地区，但是呢，如今则变成了普通劳工阶层购物的天堂，而且呢，多半都是外来移民在这儿经营小本商店。今天呢，大家就跟我在这里逛一逛。我想很多看过美国老电影的朋友们都知道百老汇大街这条街道吧。说实话，走在这条大街上啊，真的给人有种不太安全的感觉。这条街区上很多人的那个神情让人看上去奇奇怪怪的。沿着百老汇的第3街至第9街，它延伸了6个街区，是洛杉矶的市中心。这个地区呢，包括了1910年至1931年之间建成的12家电影院。到了1931年呢，这个地区的电影院数量在世界上是最高的。百老汇曾经是洛杉矶娱乐场所的枢纽。百老汇的数十家电影院曾经是放好莱坞最新影片的地方，而且呢，还要在这儿举办星光璀璨的首映式。每天晚上呢，都有成千上万的电影迷在这里看电影。在第2次世界大战之前，洛杉矶市中心的百老汇是世界电影之都。查一下历史就能看到，在第2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个地区就开始衰落了。新上映的电影已经转移到好莱坞电影院，这也就是这一个地区衰落的主要原因。现在呢，很多的剧院被改做了其他的用途，包括跳蚤市场和教堂。百老汇的电影院呢，在许多情况下也成为了受害者，这其中呢，也包括了人口结构和口味的变化。洛杉矶的市中心呢，在夜间呢，被视为最危险的地方。百老汇周边几条街区现在住满了无家可归的人，有了这些人的存在，市中心就变得更加的不安全。大家跟随我的视频，随时就可以看到一些无家可归的人在街上溜来溜去的。咱们现在看到前面这个有红底白字的，这个就是洛杉矶剧院。这家剧院呢，是1931年就开业了。它首映的电影呢，是查理·卓别林的《城市的灯光》。当时呢，它的座位可以容纳近2000人。它也是最奢华的一座电影院。这座拥有2000个座位的电影宫殿以奢华的法国巴洛风格内饰为特色，据说是仿照凡尔赛宫的庭镜建造的。闪耀的枝形吊灯和华丽的大楼梯也让大厅成为洛杉矶最受欢迎的电影院。而现在呢，所有的一切都成为了历史。走在这条大街上，大家可以看到人并不多。咱们看到的这个棚子呢，是帮着免费做核酸检测的。大街上的流浪汉也随处可见，各种形形色色的行人。在这个地方似乎很少看到华人。在这条街上呢，这些路边摊也挺多的。而这些摆路边摊的呢，大部分都是墨西哥裔的人在这里做这些小生意。
大家听到了这个警笛的声音了吧？在美国的大街上，几乎每天都可以听到这种救护车的声音，或者是警车的警笛声音，大家也都会觉得稀疏平常的。我呢，也随着这个声音跑到前面来看一下热闹。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去看看前面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儿呢？在美国，如果有人晕倒打了911以后，消防车、救护车和警车都会联合出动的。为什么会这样呢？据说呢，这项政策大约在10多年前形成的。因为消防车上也装备有担架、氧气呼吸器等医疗用品和急救设备，消防员呢也都接受了紧急医疗训练，可以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做救援工作。消防员呢往往都是整装待命，所以呢他们比医院的救护车队的反应更快。如果消防车比医院的救护车先到，他们也可以提供第一步的急救处理，让患者病情稳定下来，等待医院救护车的到来。这3辆车一起来，警察负责维护现场秩序，消防、救护车各司其职。这呢就是美国的救命车队。看这个场景呢，应该是有人晕倒了。穿黄衣服的那个就是消防队员。大家看，消防队员也在做抢救的活动。人活着真不容易，谁都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儿。每次看到这种场景的时候，大家都应该想到珍惜生命，感恩人生。看了一会儿，赶快就走吧。这种地方待着时间久了也没有什么意义。百老汇大街上有很多卖金银首饰的店，门口都配有保安。说白了，这些保安也只是做个样子看看的，真正碰上劫匪，他们也只能袖手旁观。要不那些零元购的人怎么胆子那么大呢？就是因为大家都不管，只是做样子而已。通常呢，到这种地方停车都是要收费的，两边有很多的停车场，停一下车大概8美元左右。现在大家就明白了为什么大家都住在郊区，而不愿意住在市中心了吧？大家看一下这个黑人，我拍摄视频的时候并不知道他在大街上随地大小便，拍完了走过来才发现，原来他撅个屁股在那擦屁屁。人活成这样真的已经是没有什么自尊了。再看前面这个美女，穿的还是非常时尚的。大家下面再跟着我的视频看一看，逛一逛，我呢也就不多说什么了，听一下音乐，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视频。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也欢迎你们给我点个关注，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给我留言，有时间的话我尽量会回复大家的。谢谢大家。